这里是哪儿？什么情况？我怎么突然掉下来了？大家也都被传送过来了。这是哪儿啊？我有个不情之请。动不了了。你该回去了。怎么回事？刚才我的行动为何像是刀放一样？不是倒放，是干预，还是被我预言过的东西都可以被我控制，按照我设定的结局走下去。太子殿下，魔族所有人都到齐了，干掉他！彩儿。浩辰，这里是？我已经把仅存的人类全都传送过来了。什么？小杜将军也？我杜子鄂纵横江湖，最爱诗会。对了，把你上次的刀，谢了兄弟，一点心意，你拿去。魔族之所以进入梦幻天堂，目的只有一个。哼，果然，只有当梦幻天堂被杀戮污染时，凌驾于法则之上的你才会现身。一旦我与他正面交锋失败，被他带离梦幻天堂，整个梦幻天堂，甚至整个圣魔大陆，都将不复存在。你终将现身于我的身前，成为我的囊中之物。尊敬的光明之子啊，请你助我一臂之力，拯救梦幻天堂。自然女神是掌管自然运转的神明，万物的繁衍生息、季节轮转都由她维持。圣魔大陆就这样繁荣了数万年，直到6000多年前，也就是72魔神柱的降临。他们散发出的气息，能将生灵异变成魔族。圣魔大陆顷刻间成了可怕的地狱。可数万年的守护，这片大陆早已像自然女神的孩子。她拼尽一切来守护圣魔大陆。最终，她成功阻止了恶魔气息的侵袭，但自己也受到了无法愈合的重创，即将陨落。陨落之际，他强行将自己的神格剥离出来，用仅剩的力量创造了梦幻天堂，用以放置神格。此后，神格便留在梦幻天堂的核心梦幻神殿中，继续维持大陆的自然运转。而6000多年的时间流转中，神格也逐渐有了意识。你就是自然女神的神格？不错，而这里正是梦幻天堂的核心梦幻神殿。所以，刚才是你将我们传过来的？可能神格对你们人类来说太过陌生，所以人类也将我误判为智慧灵炉。智慧灵炉。表面上，魔族继承人们是来和人类竞争，但阿宝的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帮助魔神皇陛下获取梦幻天堂里一个特殊的灵炉。原来魔族这次进入梦幻天堂真正的目的是你。
神格是神明力量的来源与核心，我想，一定是魔神皇的修为已经突破了100万灵力。一旦拥有神格，即可成神。要真是这样，那圣魔大陆就真的离毁灭不远了。梦幻天堂的力量主要由梦幻神殿与4大神殿掌控，可因为魔族的投入，随神的梦魇如今正在逐渐侵蚀梦幻天堂，4大神殿不得不分出大部分能量去净化梦魇。而这也正是4大神殿最脆弱的时候，魔族就是想趁机摧毁他们。一旦魔族成功，那我们所在的梦幻神殿就失去了保护与隐蔽，彻底暴露在魔族面前。但还好你来了，对自然最亲和的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我想请你帮我。啊！看来他也在行动。刚刚怎么回事？那个女的突然就不见了。文迪，看看预言是否有病。是，殿下。谶言之书，命运之线，预现未来。宇宙规则，无限时间，皆由我凝视。万物时命，未来之运，均受我感知。竟然出现了一个变数，不过不重要，我会让一切回到原本轨迹的。殿下，一切尚在预言之中，您不用担心。很好，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先去破坏4大神殿。是。出发。遵命。月儿、冷晓，你俩跟我和门迪一起。殿下，我也想为您出一份力，而不是一直被您保护。殿下，就让月夜和申商一起去吧。之前你不是说想和北部10个行省通商吗？已经给你谈好了。现在整个魔族的通商业务都归你的月野商会所有。感谢殿下的厚爱，但唯有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这一切，才能证明我的价值。宝哥，我也过去了。月姐，等等我。殿下，这样的女人才值得我喜欢，不是吗？等拿到神格，一切就都是我的。接下来我会通过秘法，把你们的能力全部提升到6阶。这是我在梦幻天堂等阶限制下能为你们做的极限了。这就是6阶的感觉吗？龙团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但我们又不能过于分散力量。大家来一下，我们接下来兵分3路。张团长，王媛媛、司马仙一组，负责守护土神殿；彩儿、林心、陈婴儿一组，负责守护木神殿；我和韩宇一组，负责守护风神殿和水神殿。事成之后，我们回梦幻神殿广场集合。这次我要打个爽！圆圆，
你可不要拖我后腿！哼，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不是我长魔族志气，虽然我们都6阶了，但那些魔族最低也有7阶，我们还要分散力量和他们打，是不是需要准备点什么其他手段啊？我作为自然女神的神格，虽然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但在梦幻天堂内，掌管法则倒是我的擅长。这是我的法则之印，接下来我将告诉你们如何使用。鹰儿，接下来可是硬仗，咱们可不能拖副团长后腿啊！除了等阶，魔族那边还有个能预言和干预未来的人，就是要利用他的预言。我们要快点了。小都将军，感谢你舍命救下彩儿。你们皆是我辈英杰，我定要魔族血债血偿。大家出发！虽然你也有对策，但魔族此行就是为了得到你，你最好不要现身。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然女神留下的一切被魔族践踏？真是一座美丽的神殿，毁掉它，可真令人心痛啊！天使碎梦，奏出你悦耳的乐章吧！多么动听的哀鸣啊！别急，序曲之后才是更华丽的乐章。结束了。凭你，休想动神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送死的。哎呀，不过你的眼睛倒是前所未见的美丽呀！奇怪，这眼睛怎么有点眼熟？让我想要匍匐跪拜。正好，正好，那就把他的眼睛安在我的肩上。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啊！你在逗什么？他那把剑似乎能无限释放攻击，如若不解决，我的灵力迟早都会被他耗完。荒羽双龙吟，信阴之舞。星罗斩。以为破坏了我的天使碎梦就没事了吗？这天使碎梦是用我的灵力化成的，而我的灵力则是用不完的哟。他能吸收周围的任何元素，转化为他的灵力。这样一来，他的灵力岂不是永远不会枯竭？天使碎梦加强吧，亲爱的，你的眼睛我挖定了。不能再拖下去了，得想办法激怒他，逼他接受魔神之印。我吧，你越
这就是你的全部能力了吗？到现在都没伤到我。看来第9柱魔神继承人也不过如此。你说什么？我说你太弱了。我现在就要把你的眼睛活挖出来！绝对防御！就这点本事也想和我斗？韩宇，就是现在！光之重力，黑色沙漠。这么弱，也好意思说自己是魔族继承人？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两个撕烂！魔神之印，接吧！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第9柱天使魔神继承人痛苦的怒火！天使降临，罪恶之怒！卑微的蝼蚁，准备引起这毁天灭地的伤害吧？的确很强，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就这玩意儿也想和我斗？法则之翼，剥夺！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在流失，大招也失效了。这就是梦幻天堂给你的回礼。法则之翼能将你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能力强行剥夺出来。现在该我了。天使降临，罪恶之怒！刚才一直激怒我，就是在等这一刻。不错。能将超越梦幻天堂规则的能力强行剥夺，这法则之印，简直就是他们的克星。韩宇，这个传承之冕能加速灵力的恢复，最适合处在团队辅助和治疗位置的你。团长，这……谢谢。不用客气。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封神殿应该已经得手。本迪，其他人进度如何？其他人已到达另外3座神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看来我们的计划也要加快部署。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了。封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本迪，其他人进度如何？其他人已到达另外3座神殿，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看来我们的计划也要加快部署。魔族一旦成功拿到神格，整个梦幻天堂，甚至圣魔大陆，都将万劫不复。韩宇，加快速度！刚才的战斗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必须尽快赶往水神殿。无论如何，也要阻止魔族的破坏。可以了，殿下。第一个阵脚已布置完毕。走吧，去下一个地方。尝尝我的雷神之拳！
殿竟然连传承之冕都被你吸收了，真丢人呐！不只是他的，你的传承之冕我们也要了，口气不小嘛！小心！一起上！还好吧，我来会会他。凭你们这种挠痒痒痒的攻击，想剥夺我的传承之冕，不自量力！药也是第6柱魔神的传承者，我要调有清心。比我儿子，特力干掉他！哼，这不是难得遇到这么合胃口的对手吗？再来试试，我们还弱不弱？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真本事，弱，非常弱，弱得可笑。啊，这么抗揍的吗？我的每一个腕甲都重达3740斤。啊，虽说我早已习惯这个重量，但解开它们后，才是我的完全状态。危险，别冲动！这种状态下，我的拳力是足足6吨，你们加起来都接不住我一拳！蝼蚁们，哼，受死吧！看这破罩子能撑多久？木神殿马上将不复存在。给我住手！想要破坏神殿？哼，先问过我吗？死！看我用生灵之门召唤出一个钢铁魔兽，扭转战局。对面看起来挺强的，但我们也不弱。分身，哼，魔宠小技，好快！太慢了！副团长不要在线，看我这升级后的千岩射线，绝对有他好受！这两人速度也太快了，根本瞄不准呢！他的速度在变快。不瞄了，乱枪打鸟总能中一发吧？
住！臭魔族，速度快了不起是吧？看本公主战会更快的！出来吧，疾风娘！不好，圣灵之门，必须打断他的召唤。怎么是你啊？你们如果不动手，可能我会轻松一些。我们只是想帮你。一次召唤失误没什么大不了，刚好改造一下替身灵炉，还能用替身再开一次生灵之门，我就不信第二次还是要替身灵炉复制，永恒之上，万物之灵啊，聆听我的召唤吧！必须阻止他！又是羊！你的队友可真够奇葩！闭嘴！你们别乱跑，危险！你过来影响我施法！灵儿，快把你的羊和鸡抓走啊！终于赶到了，这里丝毫没有被破坏的痕迹，神殿的能量核心也在。看来魔族还没到。不对劲，果然还是晚来一步。没错，你身上有闪电的味道。我的兄弟闪电不见了，是你杀了他吗？是又如何？如何？你怎么杀的他，我就在你身上一刀一刀的重现。呀！没想到要和月夜对上。我来履行承诺，送你一份大礼的，怎么样，陆团长？要合作吗？韩宇，你牵着他们，我来对付他。你可别分心啊！光之荡漾！光羽双龙吟！好强！他的攻击太强，正面对上毫无胜算，看来只能轻举梦。调动灵力运转，
以诡秘之步引你身法，然后久不为阵。九龙踏。方块被颠倒了，都死吧！死了。下一击，取你性命！在他的阵内，我完全处于被动。该死的人类！魔神之印解放！你要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我的法则之印已经用完，能否赢下这局，就看韩语了。可恶，被他们给缠住了，没法脱身。怎么办？跟你说了，别分心。蝼蚁，今天就用你的命来祭奠我的兄弟闪电！龙团长，还记得我说过要送你一个大礼物？死的人类！魔神之印解放！你要为你的猖狂付出代价！人类，感受魔神继承人真正的恐怖，然后去死吧！怎么月夜还在缠着韩愈不放？魔地狱！我那边解决完了，过来帮你。哼，不需要，我的猎物我自己解决。不，你一定需要，因为这可是专门用来对付你的。怎么回事？连我的恶魔之力也被吸收了，我受不了你！呀！光之重力！可恶！龙团长，他的力量归你了。月夜，你这个叛徒！受死吧！大力金刚拳！破天一击！空炮！神圣冲击！平凡人的蚂蚁！雷神之拳！
这些不知死活的杂碎，这些不痛不痒的攻击，就像苍蝇一样烦人。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结束这一切！给我去死吧！才给我去死吧！法则之印，佛陀！怎么回事？我的力量在消失！你别想动用超越规则的力量！可恶！你们这些阴险的人类！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就算没有那几件修为，我的力量也是最强的！这群魔神继承人，这根本是蟑螂魔神的继承人吧？这是他被吸走的力量。被法则之印剥夺的能力，你们也能吸收？让本大爷也体验一下！哈哈，我竟然直接到了7阶巅峰！可恶！我怎么会输？我怎么可能输？这就是你的本体吗？让本大爷看看你的力量！可惜呀，扛不过我一拳。怎么就没了？体验时间也太短了。光头，瞧你那嘚瑟样。这个，你们看给谁？我已经有一个了，不能太贪心了。他的能力是力量强化，配合你的巨灵神之盾，应该有奇效。谢谢你，张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关闭这边的能量核心。我们这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先返回神殿汇合吧。他们回来了，你们辛苦了。我们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是的，谢谢你们。快把你的羊和猪抓走啊！你的队友也太菜了！闭嘴！快管好他们！能赢过我的速度，你很强，但仅此而已了。魔神之印，解封。接下来，领受第8柱魔神继承人真正的力量吧！
现在整座神殿范围都变为了我的原力空间，空间内所有物体都能被我随意操控，而你只能成为笼中鸟雀。如果你也到7阶巅峰，或许还有机会和我一搏。但你现在只有区区6阶，在我的原力空间里，毫无还手之力。是时候了，快用法则之印！不演了，马上有看好秀！法则之印，剥夺！我的力量！叫你们捣乱，害得副团长差点受伤。哎呦！哎，刚刚那股嚣张劲儿吗？你们干了什么？哈哈，这就是7阶巅峰的力量吗？我们在代表梦幻天堂，禁止你使用超越梦幻天堂规则之上的力量啊！这可真不错呀！辅助吧，魔族！怎么可能？这可是我的力量！你想要啊？那还给你啊！可恶！你们这些阴险的人类！看我这个准头怎么样？芈月半阵。这个给你，它远程控制的能力正好适合你。谢谢副团长。接下来，只要关闭这边的能量核心。副团长，我们一定是最快的。怎么了？地上怎么还有个传承之冕？我们这是什么无敌好运气啊！这力量似乎是属于马西洛的。副团长，你快把它吸收了吧。殿下，这就是最后一个阵脚。接下来就去见识一下那位变数。大人，我认输，求您饶我一命吧。有那个符文在，阿宝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我愿意归顺你们，和你们一起对付他。不要相信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们的阿宝殿下了。龙团长，和你合作真是令人愉快。这样一来，就营造出了4大神殿全部击破的假象。阿宝马上就会赶去梦幻神殿，我们也该去守株待兔了。
如预言的一般，他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任务了。想法很好，但你们的计划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阿宝身边的门迪是此代新魔族的预言之子，他的预言从没出过错，无论过程如何，他都能将终局操纵回他预言的方向。只要有他在，阿宝就是无敌的。而你们，不亚于是在与魔神皇和新魔神对抗。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走，他也要降临。光明之子，他来了！疯女人，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杀死？只要你们一放松警惕，就准备给我等死吧！日月万刃！副团长，我们现在要回神殿与团长他们会合吗？我们一定是最快的。受死吧！怎么了？自魔族降临圣魔大陆起，便存在着72柱魔神。魔神之间以实力为尊，因而排位常有更迭，但唯有日月星3柱为72魔神永恒的中心。其中，日柱魔神皇为魔族之首，以其强大的血脉之力统领全族，是魔族乃至圣魔大陆第一强者。月柱月魔神实力仅次于魔神皇，皎月清辉下，他便是夜之主宰，轻易可毁城池，摧山海。而星柱星魔神对比前2柱，虽无明确的战斗能力，但他却仍是魔族令人畏惧的存在。只因星魔一脉可掌控星轨法则，世间万物皆入星盘，由其操控。虽无法战斗，却能运筹帷幄，知晓过去未来，更可改天地规则，逆转结局。看来他们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如今只差1步，我们就能拿到神格了。殿下，他们现在应该在梦幻神殿里面等待我们，那就去完成这最后一步。
魔之玉。废物的技能就能对付我了吧？当然不会，只要能拖住你们就行了。现在阵法已成，殿下当心，这是现在已经用不上你了。破坏梦幻天堂者，绑住！之力，剥夺！四象大阵蕴含了整个梦幻天堂的法则之力，你们是无法挣脱的。我杀了你！别嘴硬！大阵会逐渐剥夺你们的所有能力，很快，你们就会变成2个废人。4大神殿并没有被破坏，而其余继承人身死。都是因为被剥夺了力量，能做到这一切的恐怕只有你了。对，可以动用法则之力的神格。没错，现在用在你们身上的法则之力，是其余继承人的1000倍100倍不止。你们今天必死无疑！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哼，肆意损毁梦幻天堂。残忍的屠戮生灵，我一定要代替自然女神亲自审判他们。果然只有这样，你才会现身呢。时间之始，规则运转，万物之末。法则逆转，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梦幻天堂的法则被更改了。殿下，最后一步已成。现在整个梦幻天堂已由您掌控，神格也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干得不错，终于没必要再陪他们演戏，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法则之力。遵命，殿下。锁链在反向吸收我们的力量。这怎么可能？你怎么能逆转梦幻天堂的法则，并据为己用？你能布下4象大阵，我们自然也能布下逆转法则之阵。在梦幻天堂内布阵，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是在其余继承人去攻击4大神殿的时候吧？先是让所有人都以为你们的目标是击溃4大神殿，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在这里布下逆转大阵。既然你们早就能推算出梦幻神殿的位置，却仍旧大费周章，说明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逼迫神格现身。能想到这一步，还算不错。神格若想隐匿，不知还要耽误多少时间。果然很迟。也太小看我了！你以为单凭一个逆转大阵就能抓住我？
尊自然女神法旨，在此梦幻天堂危难之际，请您降临。精灵龙，精灵龙乃梦幻天堂真正守护神，拥有100万灵力。纵使献出我的肉身，也一定要将你们诛杀！怎么回事？召唤法阵为什么没有反应？好痛！我说过，你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那条精灵龙，就让它继续沉睡。怎么会这样？就连精灵龙都一早被算计。不仅如此哦，召唤精灵龙会削弱你的自然之力，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得到你，所以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好了，终于到你了。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计算，而唯一改变过我星盘的人类，你还能破我的局？你星盘中的变数，就是他。是的，殿下。梦幻天堂之行，要获取神格，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逼神格主动现身。围绕这一点，我在出发之前就做过演算。在那次演算中，将精灵龙震出局后，再将梦幻天堂内所有生灵屠戮殆尽，4大神殿皆属破坏，神格自会现身，变成我的囊中之物。但现在，星盘却出现了变化，有颗星星偏离了轨道。搅乱了我的星盘，但很奇怪的是，那颗星星的轨迹却被某种力量遮蔽。以我目前的能力，无法去推演它的动向，于是我必须做出改变，重新布局。我在星盘上推演了126次，终于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结果。我将为他们挑选好对手。以及最后的葬身之地，只有这样，才能走到最后这一步。能灭我族6位继承人，在将计就计布下请君入瓮这种局，身为平凡的人类，你已经做得很好。但走到这一步，你们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所以。你还能破我的局吗？看来，他与其他人类废物并无区别。如果能更有趣就好了。殿下，我的最后一步已成，请您获取神格。虽然比我预计的还要容易，但父皇应该会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成神了。陛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已为您筹谋好了一切，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您自己。从一开始我就想到，既然你们的目标是神格，那就只需要将神格藏在一个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的地方。殿下小心！这是什么？竟然有凌驾于法则之上的威能！
好险，差点就坚持不住了。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也许你该多推演一次，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请君入瓮。胆敢触怒无极无之传承者，皆化为怨灵养分，虽无一起，长眠于此，永生永世不得脱身。原来如此，难怪我推演那个人类的星盘却毫无所获。原来真正保护他、阻碍我推演的，是更高等阶的存在，是长眠天才莱克斯。谢谢你，光明之子。我们竟然能打败魔神皇的继承人，团长实在太棒了！殿下，对不起，是我无能，将您置身危险之中。在这里，我连星盘都调动不了，我辜负了您的期待。文迪，你的最后一步结束了，而我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父皇说，你有一样东西要给我。殿下，这星盘中蕴含着一道我的大预言术，此行若遇无法挽回之局，您或许可以用它来逆转结局。大预言术，我记得要运转它，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需要献尽你星魔一族的血脉。此行，我会派门迪与您一起。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我此行的意义。那么就请殿下赐予我生命的终结吧。殿下，这是我的无上荣幸。大预言术，万物轮转。规则重新，生命进攻。殿下，我已经重新界定此处的规则，除了尊贵的逆天魔龙一族，无人可以行动。您可以轻易地获取神格了。另外，我懂得最重要的一颗星星，就是将月夜放在了那个人类身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演算中，这是唯一能使神格现身的方法。希望你以后可以小心。最后，谢谢殿下，我玩得很开心。预
终于轮到你了。你还拿什么阻我？梦幻天堂的一切都是因你而存在，无论如何，你都要保护好自己。只要你在，梦幻天堂就不会灭亡。女神，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这个世界终将属于我逆天魔龙族。父王，神歌到手了。龙浩晨晨，晨晨，快醒醒！妈妈，晨晨，妈妈！天王，放开他！刚刚是我的错觉吗？他身上怎么会有父皇的影子？我竟然被一个低级的人类给唬住了。龙浩辰，真是让我意外。有我在，你就休想带走神歌！什么？叶小妹，没想到你要走到这一步。神歌融合了，我们得救了！是团长救了我们。浩辰，我龙浩辰，承载神明之力，代行神明之职，一切侵犯梦幻天堂者，斩！给我装神弄鬼！以你目前的灵力，融合过就会深深俱损。
让我看看你所谓的神格融合有多么的可笑！神明之力，岂容亵渎？神明自然，春野之乱。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强行与只有6阶的你融合，更难发挥出神明真正的力量。收起你的渔网，你也配斗神明之位？本神之焰，夏日流火！怎么越来越弱了？以凡人之躯承载神明之力，你的身躯又能坚持多久？少废话！求杀之刑！血影烈焰！风月寒涛！真不错啊，龙浩辰，差点就被你给杀了。可惜，自然女神并不是擅长战斗的神明。殊死一搏！来呀，我要把你的脑袋和神格一起献给父皇！既然你想死，我就送你一场！奇怪，人呢？好久不见，现在是时候了吧？命运之日，神明之地，觉醒之刻，方是拔剑之时。此刻是时候了。拥抱着我的信仰，踏过璀璨日光，完全全能的。我不管荆棘密布，人群险阻，全力以赴。在义无，不惧险阻，不退一步。神之意志，至圣至明，尽理尽命。神之全责，诛罪诛过，全知全能。令降神明之威于光明之子，神眷觉醒。光源女神继承者，岂容尔等冒犯？双神加身，他竟然同时得到了自然女神和光明女神的认可。怎么可能？
真有罪人亵渎神明，罪不容恕。将由自然女神同光明女神继承者龙浩辰持光明神剑于审判台上裁决罪人。我动不了了。罚免其传承之免，灭其10万灵力，诛其本体，以裁决罪恶。杀！万物轮转，宿命既见，唯心所现，为时所变。陛下，只差您的最后一步了。父皇放心，哪怕粉身碎骨，儿臣也必定会拿到神格。你天魔龙族不能说，有之心，万物之血脉始源，降临于天。浩辰，这是结束了吗？梦幻天堂的屏障竟然被撕裂了！魔神皇降临！这个结果比本皇预想的还糟。真令我失望了。但也有意外的惊喜。没想到你能把阿宝逼到这等地步。彩儿，等着！100万灵力之上是神明规则的战造，你还是个初学者，不用太着急。龙浩辰，你也许比阿宝更有潜力。
神格，神格已与我融合，只要我死，神格也会消失，你永远都别想成神。但最终能不能获得神格，还在于您自己。原来如此，继续成长吧，龙浩辰。现在的你还太稚嫩，下次见面时，你和神格都一定会属于我。生灵听令，现以最高礼遇恭谢双神使者，守卫我梦幻天堂太平。团长，魔神皇和那些魔族都走了。是团长将他们赶走的吗？那可是魔神皇啊！团长，也太厉害了吧！光明女神的神眷者，谢谢你和你的伙伴拯救了梦幻天堂。你刚才喊我神眷者？对，宇宙之始曾诞生过代表宇宙绝对意志和最高权责的创世之神，他创造了各个神明与位面，这些神明代表了远古最强的力量和至高的全能。虽然数万年来他们已经远离人类，只留下了模糊的虚影和传说，但如果一个人的先天内灵力超过90点，那他就是受到神明眷顾的人，成为神眷体质，拥有神眷觉醒的可能。一旦成功完成神眷觉醒，即为神眷者，同时也代表你已经被神明选定成为他的继承者。什么？神明的继承者？这也是当初我会选择你来守护梦幻天堂的原因。太厉害了！我们团长真不愧是万里挑一呀！另外，他也有神眷体质，而且距离觉醒不远啊。什么？2位神明继承者？神眷觉醒后有什么益处吗？那可多了，不但天赋会更完美，灵炉和武器也会随之进化，同时你还能获得神明赐予的天赋技能，并且借用神明之力。神域天阳三绝，这就是神眷觉醒给我带来的天赋技能。你应该获得光明女神赐予的秘技了吧？这可是属于光明女神神眷者的奖励啊！专属？因为每一位神眷者所属的神明并不相同，所以真正觉醒后获得的奖励也各不相同。一切都要等神眷觉醒时才会揭晓。我的乖乖，咱们团也太厉害了！这样下去，魔族何愁不灭？成神对我们现在来说还太遥远，光是100万灵力这一点，纵观整个圣魔大陆，也只有魔神皇一人能够达到。我们还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不过，成为神明继承者之后，我倒是感受到了更多浩瀚的东西。与自然女神神格融合那一瞬，我脑袋里突然多出许多信息。等等，这是……小雷，精灵龙前辈，请再帮我一次，或许我能创造一个奇迹。
紧张。团长说的那个奇迹真的能实现吗？一定可以，我相信龙团长。安心等着吧。如果有一个人能创造这种奇迹，那也一定是团长。开始吧。我代行自然女神的权柄，执掌万物生机；我代行光明女神的权柄，执掌生命本源。我将赐保卫梦幻天堂的英灵至高无上的生命祝福。能跟随光与风的指引，重回人间。真是异想天开，怎么能只凭一瞬的记忆就加以双神之术？而且，这还会极大的损耗他的心神。可你还是相信他，对吧？可这毕竟是神明的魔法。对我而言，他的所作所为也宛若生命。愿你能想起最动人的眼眸，愿你能想起每一次的开怀大笑，愿你能想起初春的嫩芽，有淡淡的香气，风是凉的，滴在你脸上的露水也是凉的。耳边的虫鸣有点吵闹，饱满的果实竟异常甜美，阴凉与暖阳之间，洋溢着兴奋的细小尘埃。还是不行吗？愿你记得生命中每一次的心灵触动和差点错过的美好。何兄弟，你来了，特别好吃，尝尝。好甜，是吧？小杜将军，我来带你，带大家回家。英灵们，我们回家。这是结束了吗？好沉。我这是怎么了？我好像记得我已经被那头狗熊魔蛛杀了。所以这里是地狱吗？不，
这里是梦幻天堂。大家欢迎回来！没想到我们几个都已经死过一次了。谢谢龙兄弟所做的一切。既然行动已经结束了，我们几个也该回镇南关复命了。这次真的谢谢你，张放放，这把刀你拿着，之前你救我一命，以后你可以用这把刀向我提一个要求，只要不违背原则，我王媛媛一定万死不辞。战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不喜欢欠人情，很麻烦。好，我收下了。那咱们后会有期。龙团长，我们就先走一步，回去复命了。龙兄弟，后会有期了。多谢龙团长救命之恩。以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我等在所不辞。他是个好人，我知道。小泪，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去了。光明之子，为了感谢你们对梦幻天堂的帮助，我有好东西要送给你们。啊，是灵炉啊！没错，这是我挑出来最适合你们的灵炉。理论上来说，灵炉越多越好，但灵炉如果互相冲突，反而得不偿失。我吸收千阶灵炉时，是靠巡回灵炉强行压制，若是再吸收，恐怕会出问题。的确，每个人能吸收的灵炉有限制，但我可以帮你们进行灵炉合成。灵炉合成？将拥有的灵炉合二为一，保留原本的能力和属性，不仅威能会提升，还能孕育出新能力。这就是梦幻天堂最大的奥秘之一。可浩辰为什么没有新的灵炉？因为梦幻天堂已经没有更适合光明神眷者的灵炉了，再吸收一些其他灵炉，对他未来并无益处。不过，我可以帮龙浩辰体内原有的2个灵炉进行合成，威力也会大大提升。那就谢谢你了。好啦，事不宜迟，现在就来合成灵炉吧。与圣影灵炉合成，大幅提升光属性灵力，还可以自主施展超强光系法术辅助作战。星焰灵炉和焰之鹰灵炉合成星焰凤凰灵炉，拥有超强爆发。紫雷灵炉和光之重影灵炉合成紫幻神雷灵炉，拥有惊人的雷系破坏力。替身灵炉和时光灵炉合成时光之蝶灵炉，同时开启3倍生灵之门，主宰世间生灵。空间之门灵炉，穿梭空间，神妙莫测，随心掌控战斗节奏。
之守护灵炉和光之聚合灵炉合成光之庇佑灵炉，战场能量之源，团战绝对控场。巡回灵炉吞噬了千金灵炉和真实之影灵炉，杀伤力大幅提升，可以每天使用一次巡回灵炉而不受反噬。哼！彩儿，怎么了？彩儿，你没事吧？他那巡回灵炉过于霸道，我送你去帮他，把他唤醒。彩儿。彩儿，快醒醒！彩儿，彩儿。既然你们已经没事了，那就是时候说再见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你们离开之后，梦幻天堂将关闭，我会一边重建梦幻天堂，一边清除魔族制造的梦魇。但此次魔族也损失惨重，我有预感，魔族不会善罢甘休的。梦幻天堂乃神命遗迹，魔族无法轻易进入进行报复，但你在外面可就太危险了。你之前之所以能获得双神加持施展神技，是因为梦幻天堂本身蕴含神明法则。一旦你离开梦幻天堂这片神明遗迹，将无法再次使用神技。所以，我给你留了一丝精神联系，在你需要时我会帮你，但是我也希望在梦幻天堂有需要时也能伸出援手。放心，只要你们需要，我一定在所不辞。大龙，我们要开始重建梦幻天堂了。刚好借此机会重新规划一下梦幻天堂吧。哎呀，你都一把老骨头了，就别折腾了，省得到时候扭了腰。梦幻天堂里怎么会有第3位神明的印记？